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因彩礼的事情和男朋友闹掰之后，男朋友找来，一开口就是自以为是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我不计较你今天放鸽子的事，你也别再揪着我家借钱给大伯的事，我们就安安稳稳把证领了行不行？我跟你保证，等将来我大伯还了钱，我肯定一分不留20万全都给你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原来他嘴里的各退一步，只是我单方面忍气吞声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参加工作第4年，在爸妈的催婚下，我开始日复一日的相亲。和周旭的认识正是源于一场相亲。周旭长相周正，1.8米，学历高，工作好，父母还是双职工，更别提自己还有套独立住房。客观来说，这些条件加在一起，放在相亲界算是很不错了。刚巧他对我也很有好感，所以在经历过一系列奇葩相亲对象后，我最终和周旭发展成了恋爱关系。直到恋爱1年，周旭向我提出了结婚的打算，于是双方父母见面之后，便约定好了彩礼等各项事宜。靠坐在床上，我正想着2个人的事儿，男友突然发来了消息。我低头一看，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宝贝，我大伯家堂哥准备买房，首付还缺个18万。我想着，要么就先不给你彩礼，把钱借给大伯。他说借2年回头还咱20万，2年就能拿2万利息，这可是咱们占便宜了。全家亲戚就属大伯跟我家最好，他难得跟我家张回嘴。你这么善良懂事，肯定不忍心我不帮忙的，对吧？这彩礼说到底也就是个面子上的事儿，面子哪有亲戚重要？你说是吧？我明知道我们结婚在即，还要来借钱，借的钱还不多不少，刚好跟我彩礼一个数。除非我傻了，才会相信这里面没有猫腻。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领证钱，跟我来这套是吧？我嗤笑着抬手回他：大哥你谁？你家事儿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咱俩认识吗？回想我们从认识到决定结婚，再到他刚刚发来的消息，我只能说，其实在过去1年中，在他和他父母的言谈举止中已经出现端倪。而像今天这种离谱中带着可笑的事，周旭也不是第一次干了。掌心手机一震，我垂眸看去，就见周旭果然发来了质问。周旭，我在这儿跟你好商好量，你跟我阴阳怪气什么？还会不会好好说话？我直接被气笑了，明明是来通知我，还有脸说出商量这2字。看来我之前真是给他脸给多了。我好商好量，周旭，你翻上去看看自己之前说的那些话，哪个字能看出来你是在跟我商量？通知就说通知，别拿我当3岁小孩哄，也别给我来道德绑架那一套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人向来没什么道德，大约是我说话不太中听。周旭那边沉默良久，才再次发来消息，依旧试图让我理解并接受他家的决定。周旭，之遥，我们在一起1年了，我有多想跟你结婚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爸妈一直以来也很喜欢你，早都盼着你能嫁过来。周旭，你没怎么接触过我大伯，所以不了解。我大伯这个人其实特要强，如果不是这道坎真迈不过去了，他绝不会跟我们张这个嘴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家现在既然有这笔闲钱，那肯定是能帮一把是一把呀。闲钱，感情在周旭和他父母看来，给我的彩礼算一笔闲钱啊。那之前跟我哭惨，说这钱他爸妈攒了一辈子，也是骗我的。虽然但是
早在决定和周旭在一起时，我就对这段感情付诸了绝对的真心。如今周旭和他父母的这个决定，实在让我伤心又寒心。看着对话框上方的对方正在输入，我紧抿着唇，想看周旭还会说出什么。没2分钟，周旭之后的消息源源不断发送了过来。周旭，之遥，我之前也跟你说过，我小时候爸妈工作忙，每天吃饭都得去大伯和婶婶家。这几年我工作生活，他们也没少帮衬，做人懂得感恩。现在他们只是想借点钱，我要真拒绝了他们，那我还算是个人吗？这是要开始给我上价值。周旭，况且大伯也没说不还，甚至愿意连本带利的还。大伯家这几年情况不算太好，他这个人自尊心又特别强。我堂哥明年就30了，好不容易相亲相到一个合适的，女方唯一条件就是要有房，难道我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不搭把手吗？之前我只听说过孝心外包，没想到到了周旭这儿还能见识到恩情外包。退一万步说，他堂哥是明年快30，又不是明年就要4了，怎么就明知这钱是彩礼，还非要来张这个口呢？难道他们全家人都不知道这彩礼究竟意味着什么吗？哪怕他们是等我和周旭结完婚，彩礼已经给了我，再来借钱，难道我能铁石心肠不借？周旭，我妈说了，等你嫁过来，咱们就都是一家人。你如果能松这个口，不仅我们全家，就连我大伯一家都会特别感激你的。看着依旧还是对方正在输入的聊天框顶端，我一个没忍住，直接问他：周旭，对于你来说，我这个女朋友到底算什么？对方正在输入，消失2秒，紧接着又续上。周旭的消息很快回过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丁点犹豫，继续问他。按习俗来说，彩礼是要订婚后领证钱给的。这几天我爸妈一直问我彩礼到底有没有给我，直到今天晚饭时候，我还在给你打圆场，可转过头来你就告诉我要把彩礼借给你大伯买房子，甚至说那是笔闲钱。你不觉得这话很可笑吗？周旭，可笑什么可笑？宁之遥，你别在这儿无理取闹。周旭，咱们明天就要领证了，领完证咱们就是2口子了，你能不在这时候跟我做吗？无理取闹，原来我合情合理的质问，在他眼中居然成了无理取闹。你说我无理取闹也好，做也罢，我只一句话，这钱你们想借就借，但1天不给我彩礼，我就1天不可能跟你领证。周旭，宁之遥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周旭，亏我妈还总说你大方懂事，是个好姑娘，也是冲你好才愿意给你这么多彩礼。周旭，我一表哥当年结婚1分彩礼没给，那女的也照样得挺着肚子嫁过来，你可不能不识好歹。周旭，借18万还20万，你就算放银行吃利息都拿不到这么多，而且这钱早晚1天还是你的，甚至还能比当初答应你的彩礼更多。我真不懂你为什么非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闹，说来说去反倒成了我跟他闹。论颠倒黑白，他是有2把刷子的，但我会跟着他的节奏走吗？那必不可能啊。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只问你，这钱你确定要借吗？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周旭这会儿就主打一个已读乱回。周旭，宝贝，你别任性，咱俩现在还年轻，早点结婚也能早点要孩子。我先声明，对于我来说，那肯定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但你也知道，我是我家独生子，那现在政策放开了，我爸妈还是希望不管生几个，还是要有个男孩才行。不是，他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
怎么就非得生个男孩才行？当初他求婚时我就说过，现在我们2个都处在事业的发展阶段，就算结了婚，我也不会马上生孩子，肯定要等事业发展的比现在更稳定些才会考虑。他当时也是一口答应，没想到头来竟然会说出这种话，还说什么这是他爸妈的意思。如果他不也是这么想的，又怎么会把这种话说出来？这场交谈印证了太多我之前猜测过的事情。虚假的周旭，体贴上进，理解尊重我；真实的周旭，彩礼别想生孩子要紧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真正看清了最真实的他。还好这破事儿发生在领证之前。我早说过了，周旭，结婚后最少3年内我不会生孩子的。周旭，反正迟早都要生，如果第1胎不是儿子，咱们不还得继续拼下一胎？趁年轻了生，总比你以后30多岁再生要轻松吧？你身材恢复起来也更快。周旭，我妈也说了，等你生了孩子，她就提前退休，和我爸就搬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帮你带孩子、做饭、干家务。到时候你也能边上班边继续备孕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？再说上班多累啊，生孩子好歹能在家休息，好事。他这话真给我整笑了，还边上班边备孕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还有什么精力发展事业？不如直接回家专职生孩子算了。哪怕我爸妈这几年一直在催我结婚，可从小到大，他们教导我的还是无论男人女人，都绝对不能为了任何理由放弃事业。没想到之前嘴上说着会永远理解我、支持我的周旭，我以为可以和我思想同频的周旭，如今却说出了这样让我匪夷所思的话。他究竟拿我当什么？周旭，宝贝，咱们明天就要领证了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种小事跟你吵架。周旭，我理解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所以不太理智，但我希望你不要被这个一时之气冲昏头脑，还是得先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我说的那些。周旭，咱俩恋爱1年，我是什么人，我爸妈什么人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我爸妈也喜欢你，难道我们会让你吃亏吗？我现在合理怀疑，周旭多少有点大病，上一秒还口气十分强硬，下一秒又开始宝贝我爱你。就他今天跟我聊天的这个分裂程度，我几乎要怀疑手机那头在有人代打。但不管是有大病还是有人代打，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。我确实事到如今，我也得再好好考虑下，跟你这结婚这个决定是不是我头脑一热做出的。周旭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字面意思，怎么你看不懂汉字？周旭，宝贝，别闹了好吗？你一向懂分寸之进退，不要让我觉得自己爱错了人好吗？我确实懂分寸之进退，但这不是你们全家蹬鼻子上脸的理由。周旭，我言尽于此。这彩礼什么时候给？孩子什么时候生？以及生几个？你赶紧和你爸妈以及对你有大恩大德的大伯再好好商量一下。我最多只给你3天时间。周旭，什么3天时间？宝贝，我们明天就要去领证了，婚礼的日期、酒店、婚庆也都定好了，还已经全都通知了我家这边的亲戚朋友。你现在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意思吧。明天还要早起上班，我先睡了。上一句还在叫宝贝的周旭瞬间破防。周旭，睡什么睡？你他妈还能睡得着？周旭，宁之遥，我跟你说，还真别吓唬我。周旭，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。周旭，你如果赶不来，就算回头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会再
和你结婚。我翻个白眼，熄灭手机屏，翻身闭眼睡觉。既然给脸不要，那就彻底扬了吧。次日早饭桌上，我就把昨晚跟周旭的聊天记录给爸妈看了。爸妈看完，陷入沉默3分钟，再开口时，从我和周旭恋爱起就一直催婚的爸妈，态度直接2极反转。妈妈，他家这是什么意思？真当我闺女非他不嫁了？爸爸，还必须生儿子？大清都亡多少年了，还跟这儿搞这些封建糟粕呢？笑话！我松了口气，还好爸妈没真失了智。面对爸妈火气上涌的模样，我撇撇嘴，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？闻言，妈妈当即发出冷笑，还能想什么？说什么借钱买房？我看分明就是不想给彩礼，才找了这么个理由。爸爸则更加直白，才相亲就急着买房，还非得借人彩礼，这鬼话说出去谁信？闺女，你的决定没错，像这种连彩礼都要算计你的人家，跟火坑有什么两样？谁好人家姑娘能嫁去他家？确定了爸妈的态度，那接下来事情无论怎么发展，我都不需要再有顾虑了。吃过早饭，我出门上班。至于周旭昨晚那句明早9点民政局，那破证谁爱领谁去，我是不会去了。早上9点，我前脚才去人事销了假条，后脚周旭的电话就打了来。犹豫几秒，我接起电话，几乎一瞬间，周旭强忍怒火的质问就涌出：宁之遥，你人呢？笑死，他居然还真去民政局了。他该不会以为我昨天说的话真就只是为了吓唬他吧？暴毙站住！我嘴角噙着笑反问他：当然在上班啊，不然呢？跟你领证去吗？没等仿佛快要气疯的周旭在说话，我干脆利落挂了电话。一个电话挂掉，无数个电话又打来。为了可以安心工作，我索性把手机静音后扔进了抽屉，就这么心无旁骛工作到午休。等再看手机时，屏幕上显示着长长一排未接来电，打头的无疑就是周旭，足足57个，看来是真气疯了。剩下的未接，除了周旭爸妈，我爸妈，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也打了几次。我第一时间给妈妈回了电话，那周旭跟疯了一样，给我和你爸打了好多电话，张嘴就往你身上泼脏水，说你无理取闹，突然玩消失。得亏你提前给我和你爸看了你俩聊天记录，不然还真要被他给骗到了。简单跟妈妈说了几句，挂了电话后，我目光落在那串陌生号码上，脑中灵光一闪，我猜到这号码是谁的，还真是全家齐上阵啊！嘟囔了一句，我先不疾不徐点了个外卖，才给这串号码回过去电话。电话几乎立刻被接起，对方直接自报家门：是之遥吧？我是旭旭大伯呀。我只嗯了声，没说话。对方沉默几秒，而后试探着问了句：听旭旭说，你因为大伯借钱这事儿跟旭旭闹了点别扭，说好了今天去领证也没去。对，我应了声。大伯知道这事儿吧？的确是大伯做的不妥当，但你这个孩子也的确有些不懂事了。周旭大伯语气逐渐理直气壮，甚至摆出教训人的态度。你说你之所以能相中我们旭旭结婚，那肯定不能是图钱，对吧？那就说明你这个孩子本质上也不是个贪财虚荣的孩子。当然了，大伯说这话呢，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我作为长辈，看到你把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肯定得劝你2句，好吗？这婚还没结呢，就跟我这儿摆起长辈架子来了，那等往后结了婚，还不得让我晨昏定省3叩9拜？压了压火，我开门见山：你有话还是直说吧。周旭大伯清了下嗓子：相信旭旭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家和他家呢一向走得近，
旭旭也是看他堂哥眼见着30了，才好不容易相亲相中一个，才想着帮把手，就更别说他堂哥还是我们老周家的长子长孙。旭旭作为他弟弟，你作为他弟妹，没有不帮把手的理儿。您先等等。我打断周旭大伯洋洋洒洒的胡言乱语，问他：周旭难道没告诉您，我已经在考虑跟他分手了吗？你看你这孩子。周旭大伯音量瞬间拔高，我在这儿好言好语的劝你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你爸妈从小就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。我笑了声，跟长辈说话的确不该这个态度，但不好意思，现在对于我来说，你充其量只是个年纪大点的陌生人，还算不上我的长辈。没给他再次逼逼的机会，我加快语速说下去。既然你自己说你是长辈，那周旭不懂的事儿你该懂啊。这彩礼到底代表什么？你这过来人不会不知道。明知道我和周旭原本打算今天领证，你非要赶在前一天去借钱，还不多不少，正好要借18万。你随便去大街上拽个人问问，你们干的这事儿缺德不缺德？保准10个里面得有10个说你家人缺德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要真图钱的话，的确不会看上周旭。我原本也是想跟他结婚，好好过日子，可他还有你们这些他的至亲不愿意呀。那我干嘛还非得在他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？接电话期间，外卖员到了，我边接外卖边跟他说，所以呢，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，不如早散早了，省得我看你们不顺眼，你们看我也心烦，日复一日互相折磨。您身为长辈，肯定能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那就先这样吧，我该吃饭了。说完，不等周旭大伯再说话，我电话一挂就开始吃饭。至于他会不会生气，会不会背后说我坏话，对于我来说全都无所谓了。前头刚挂了周旭大伯的电话，饭还没吃完，周旭妈妈的电话又来了。今天显然没办法风平浪静地度过了，把手机撂到一边，吃完饭收拾好外卖盒，在周母打来第3个电话的时候，我接了起来。阿姨，我还算有礼貌地喊了一声，结果周母和周旭大伯一样，张嘴就开始数落我。之遥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能一不高兴就做出这么任性的事情？阿姨之前还觉得你是个懂事的姑娘，你现在这样伤的岂止是旭旭的心？阿姨自问从你和旭旭恋爱起就对你一直很满意，但你不能因为我们对你好就随便耍脾气使小性啊。你和旭旭的婚期早都定好了，请柬什么的都发出了，你现在上下嘴皮子一碰，你让旭旭脸往哪搁？我和他爸的脸又往哪搁？旭旭应该也跟你说过了，这钱只是借给他大伯，过2年就还你们了。你怎么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连结婚证都不去领了？这也太不懂事了。之遥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从你第1次来我家，我们一家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自私的事情？好，明明他们理亏在先，发展到现在这一步，反倒成了我不懂事，我自私。难怪周旭那么擅长颠倒黑白，原来是家学渊源。阿姨，我叫停周母的数落，你也是过来人，应该知道彩礼对于一个即将结婚的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那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谁有困难互相伸手帮一把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周母理直气壮地质问我，旋即又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，这样，你先去跟旭旭把证领了，彩礼我们回头再好好商量，这总行了吧？我笑笑，应该，当然应该。所以我也告诉周旭了，这钱你们爱借尽管去借，我和你们非亲非故的，我可管不着你家的钱要怎么花。
你周母咬牙，阴阳怪气，我先前倒没看出来，你这孩子的嘴皮子还挺利索。阿姨严重了，我满不在乎道，跟你们一家比起来，我可差远了。我算是看出来，这家人虽然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口口声声催着我赶紧去和周旭离婚，却从始至终，哪怕就是骗我，也不肯松口借钱这事儿。晚上下班回家，还没走到楼门口，就看到正黑着脸在我家单元楼外徘徊的周旭。我定了定神，我抬脚走了过去，不过还没走几步，就被正朝四周张望的周旭看到了。他表情一厉，当即大步流星朝我走来，说好了今天要去领证，你他妈连面都不露。宁之遥，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？这还是周旭第一次当着我的面骂脏话。他撕破礼貌绅士的表皮，露出了尖刻蛮横的真实嘴脸。我略略往后退了半步，迎上他愤怒的脸。字面意思，周旭猛地咬紧后槽牙。我微微皱了下眉，又往后退了半步。他死死盯住我。宁之遥，难怪你之前总自己性格冷，果然挺绝情。是我绝情，不过事到如今，我跟他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如果认为这样说能让自己更心安理得一些，那就随他。懒得再跟周旭说话，我打算绕开他回家。谁料他伸手一抓，用力拽住我的胳膊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我扭头看他，一张狰狞的脸陡然跃入眼帘。眼见他打定主意不放手，我吐了口气，在原地站定。行，那就全都说清楚。小区里的凉亭，我和周旭面对面坐着，他依旧死死盯住我，好像恨不能把我千刀万剐。自从开始恋爱，我自问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凭什么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周旭质问着我。好，既然他想翻旧账，那我肯定要跟他好好叙叙旧了。你说你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。嗤笑一声，我抱臂看住他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当初开始追我的同时，也没放弃继续相亲，这叫什么？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见他张嘴想解释，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继续道：当然，那会儿我们还没确定关系，从某方面来说，也算是两个独立的个体。你的确有继续相亲的自由，但我们在一起之后呢？我似笑非笑地说着，恋爱不到1个月就开始跟公司的女同事搞暧昧，你玩得还挺花呀。周旭眼睛猛地瞪大，你少他妈胡说八道，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我点了下头，确实没上床怎么能算劈腿呢？你是这个意思吧？周旭鼻孔长大，鼻翼忽闪忽闪，显然是气得够呛。所以你认为逢年过节给女同事送花送礼物，平时接送上下班，喝同一杯饮料，有事没事约着一起吃饭，时不时还要去对方家里喝酒谈心，都是正常的男女交际行为，对吗？之前我不愿意提这些，是因为不想跟他起冲突，也想他有朝一日能悔改。可我的容忍非但没能让他变好，反而还让他得寸进尺了。恋爱1年，他虽然没有过身体上出轨，但聊过的骚，搞过的暧昧，我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夏天即使入了夜，也依旧闷热的风从我脸上刮过，烦人的蝉鸣此起彼伏。周旭2只手分别搭在膝盖上，指尖来来回回在裤子上抓着。别以为你说这种话就能掩盖你贪财拜金的本质。说到底，你突然反悔不去跟我领证，不就是因为那18万吗？少在这儿给我装模作样了。吴语翻了个白眼，果然人只要心是脏的，那就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我轻轻笑了声，说：周旭，我之前真没想到你还挺会胡搅蛮缠，
周旭哽了下，表情愈发难看。我大度地换了话题：好，那就不说你主动去招惹的那些莺莺燕燕，咱们再说说另一件事。周旭眉头拧死，质疑地问：还能有什么事？当初商量彩礼时，你一再推脱，说你爸妈虽然双职工，但早年为了给你买房子，已经搭进去他们几乎全部积蓄，况且他们手里也得留点钱养老，你还记得吧？周旭迟疑着点了点头，不悦道：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难道就为了结婚，就让我爸妈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拿出来吗？我撇撇嘴，他这话原本当然是没错的，可错就错在你嘴上说着自己还房贷压力大，你爸妈手里也没剩多少钱，所以想把彩礼的数额减一减。可没几天，你就全款买了辆30万的车，那我就不是很懂，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了？看着周旭一变再变的脸色，我嘴角扬起嘲讽的弧度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还是跟你暧昧的女同事告诉我的。周旭，我那会儿好歹是你女朋友，怎么发个提车的朋友圈还要屏蔽我呢？当时刚看到女同事给我发来的截图时，我确实当下就冒了火，本想直接质问她的，可后来就因为她又答应了我爸妈提出的彩礼数，我就又把这事儿放过去了。现在想来，过去这1年，我脑子还真跟进水了一样，大约没料到我会知道这事儿，还在这个时候提了出来。周旭神情一僵，脸上浮起一丝难掩的尴尬，可很快尴尬消失不见，他重新变得理直气壮。我买车不也是为了平时跟你出门，能让你不去挤地铁、挤公交，让你能有个专属于你的副驾位吗？这也有错？我轻飘飘哦了声，是吗？那怎么好像我坐你副驾驶的次数还没你那些女同事多？周旭烦躁地摆了下手，呛声：行了，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们现在说的是领证的事，你提这些有什么意思？我抿抿嘴，深吸一口气，18万8的彩礼你拿不出来，30万的车你说买就买，就说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深深看住他，忍不住问了句：周旭，对你来说，我还有我们本该迎来的婚姻，到底算什么？什么算什么？周旭突然吼了一声，他冷不丁站起来，2条手臂张牙舞爪地乱舞着。难道我买车只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还不是想让你在别人面前也有面子吗？你出去看看，现在有几个女的能找到既有车又有房的结婚对象？宁之遥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明明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，你却老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满。为了我，怎么？要是没跟我谈恋爱，他就这辈子都不买车也不买房了呗？他这话可真是打实把我逗笑了。买车是为了我，买房是为了我，跟女同事搞暧昧是为了我，不想给彩礼也是为了我。那你可真是太为我着想了。我嘴下一点不留情，直接一通阴阳怪气。够了！周旭原地鬼吼鬼叫：彩礼彩礼彩礼，你眼里除了钱是不是就没别的了？小小的凉亭中突兀地陷入一片死寂，我眼神淡漠看住他，像看住一个从没认识过的陌生人。你如果非要这么说，那就是吧。周旭瞳孔骤然一缩，毕竟这是他曾对我说过无数次的话。反正无论我怎么说，又说了多少他做错的事，只要他不认为自己有错，那我纯粹就是浪费口水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随便他吧，无所谓了。做人要知足，宁之遥。周旭用失望透顶的语气跟我说，全世界的男人出轨的多了去了，像我这种只精神出轨而没有发生实质关系的能有几个？作为女人，你该为能遇到我这样洁身自好的男人而骄傲，而不是像个泼妇一样
斤斤计较。他平复了下呼吸，居然还侃侃而谈起来了。再说彩礼，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打从心底里觉得，所谓彩礼就是封建糟粕。你看那些欧美那些发达国家，哪个结婚需要男方给女方彩礼？这跟明码标价买老婆有什么区别？这种话都能说出来，他是懂诡辩的，口口声声说彩礼是封建糟粕。当初谈嫁妆的时候，他家可也没少提要求，说到底不过是双标而已，真是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我不懂就问，那你应该去国外发展啊，为什么还要留在国内？周旭梗了梗，刚准备开口就被我打断。我也真是怕了，唯恐他又说出什么留在国内也是为了我之类的屁话。再者，你也不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出轨的多，不出轨的也很多。难道我就非得在一堆垃圾里找一个看上去没拿脏的吗？我不能不去垃圾堆里面找吗？你他妈！周旭再次暴怒，你他妈说我是垃圾！我心平气和，别急着对号入座呀，我也没指名道姓。这场对话其实到此就可以打住了，但周旭明显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样子，无奈我只能继续跟他耗着。我边看着凉亭外的路灯，边回想他刚刚那番话，确实很可笑。如果说要彩礼是封建糟粕，那他家非要生个儿子，生不出就得一直生，又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？之遥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暴跳如雷的周旭再次冷静下来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我不计较你今天放鸽子的事，你也别再揪着我家借钱给大伯的事，我们就安安稳稳把证领了行不行？我跟你保证，等将来我大伯还了钱，我肯定一分不留20万全都给你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原来他嘴里的各退一步，只是我单方面忍气吞声啊。他是从小学珠算的吧？瞧这算盘珠子打得多溜。事情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他凭什么认为在经过这一整天乱七八糟的事情后，我还会同意他这种离谱的要求？没等我开口，周旭继续说道，你该知道，你现在已经不是22、23的小女孩了，甚至你今年已经26岁，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。你一直说你要发展事业，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如果连嫁人生子都做不到，那怎么还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呢？我说这些话完完全全是从你的角度出发。你说你现在跟我闹脾气，由着性子胡来说不结这个婚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不结婚对于我来说其实根本没什么影响。毕竟男人越老越值钱，哪怕到了40岁也依旧能娶到年轻漂亮的老婆。说到这里，他眼神意味深长地把我从头打量到尾，又啧啧两声。可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她语重心长，仿佛真是为了我好。女人年纪越大越不值钱，尤其过了30岁，恐怕就算不要彩礼倒贴钱，也嫁不出去了。之遥，你应该不想再过几年被人归类成嫁不出的老女人吧？与其继续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如点到即止。否则，他故意没把话说完，但其中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。而对于他这番狗屁不通的话，我全程只有一个想法：当初答应做他女朋友，甚至一度觉得他很好的我，何止是脑袋进水，猪油蒙了心。狗屁死要面子活受罪！忽的一声暴喝自我身后传来，电光火石间，一道人影从我身后窜出，几步跨到周旭面前，砰砰就是2拳。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精彩变故。我回过神来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爸爸。别的不说，
常年占据社区老头晨练排行榜第1的爸爸，身体素质那可是相当过硬。爸爸不仅动手，还要动口，冲着被打懵的周旭一顿输出：癞蛤蟆睡青蛙，你是长得丑还玩得花，镜子没有总有尿吧，也不撒泡娘照照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有脸跟我闺女这么说话，以为自己貌比潘安富过沈万三呢？个王八犊子，就你这没个自知之明的东西，还40也能娶年轻漂亮的老婆，人小姑娘凭啥嫁给你？凭你不要脸，凭你嘴巴臭，还是凭你全家上下没一个好东西？上班坐办公室，休息在家躺平的周旭，别看个子高，这会儿对上爸爸居然毫无招架之力。没几分钟，打了个爽的爸爸手一松，周旭整个人就像摊烂泥似的摔在了地上，手脚并用好半天才堪堪爬起来。爸爸不屑冷哼，大马金刀在我身边坐下，摆出最凶恶的表情，平时不惜地说：“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，王八犊子小瘪三，你赶紧给老子滚！再敢来纠缠之遥，老子弄死你！”爸爸从天而降的加入，原本还算安静的凉亭，瞬间吸引了小区不知道多少人的注意。有人凑过来看热闹，从爸爸口大约听清楚来龙去脉后，看向周旭时的目光大多变得鄙夷。之前无论愤怒还是虚伪，周旭始终都还算是人模狗样，冷不丁挨了顿揍，别说基本的体面，现在大概能算上他人生中最狼狈的时刻了。不仅挨骂，还要被陌生人指指点点。就我对他的了解，这个情况恐怕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。周旭坐在地上，背靠刚刚坐着的位置，顶着那张青紫流血的脸朝我们看来，眼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愤怒和怨恨。爸爸转了转刚刚挥过拳头的手腕，倏地目光好像刀子一样剐了周旭一眼。看什么？再看，老子给你眼珠子锤烂！该说不说，突然暴躁的爸爸还真生龙活虎。周旭忍不住咳了2声，抚了抚胸口，艰难道：“无缘无故打人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”爸爸不屑：“行，报警，报。等到时候警察来了，问我为什么打人，那我肯定就得好好说道了。我得跟人家说，因为这小子跟我闺女搞对象的时候，隔三差五出轨聊骚搞暧昧，到该结婚的时候，只要嫁妆就算了，还跟个不知道什么狗头嘴脸的亲戚一起算计我闺女不想给彩礼，还当着不知道多少人的面骂我闺女。我还得问问，哪个当爹的能忍住不打你？听到这里，爸爸催促地摆摆手：“不是要报警吗？赶紧的！”我实在没忍住，噗一声笑了出来。周旭的那张青青紫紫的脸一黑再黑，气得好半天没能说出口话来。我坐在爸爸身边，垂眸看向周旭，话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婚我是不可能再结了。反正闹到这一步，咱们还是好聚好散吧。好聚好散！周旭叫的嗓子了都差点劈叉，他指着自己脸上的伤，崩溃大喊：“你他妈管这叫好聚好散！”爸爸当即一个起身，恶狠狠盯住他：“你再跟我闺女说一句脏话试试！”周旭条件反射缩了下身体，反应过来后脸色更加难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不死心道：“之遥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不想跟你分手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还愿意跟我结婚，我可以现在立马给我大伯打电话，跟他说不能把钱借给他，这样你能消气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周旭，你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尊重、在意过我，我不想继续错下去了。之遥，给老子闭上你那个臭嘴！”爸爸没好气喝止周旭，没好气道：“就你家那个茅坑，老子多看一眼都嫌臭，
你还想哄着我闺女嫁给你？别说我闺女不同意，就算她点头了，我和她妈也不能答应。趁老子现在还愿意跟你好好说话，麻溜给老子滚蛋！再逼逼赖赖，信不信老子再揍你一顿？周旭心不甘情不愿地灰溜溜地走了，看着他一瘸一拐离开的背影，爸爸嫌恶地朝地上啐了一口：“呸！什么玩意儿！”我喜笑颜开，搂着爸爸胳膊回了家。大约是真被爸爸打怕了。之后很长时间，周旭没再露过面，直到半年过去，我有天无意在地方台的调解节目中看到了他。节目中，当初很是意气风发的周旭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形容枯槁，看上去都快碎了。认真看了下节目才知道，原来跟我分手后，他就立马又火速找了个女朋友，只相处了2个月，就像被他哄得神魂颠倒的女孩求了婚。女孩也答应了。女孩的脸部被节目组打了码，但从说话也听得出来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。结果周旭故技重施，再次在领证前一天，借口说大伯家要借钱买房，哄骗着女孩先领证办婚礼生孩子，过2年再把这本该婚前给的彩礼给她，甚至还想效仿他那个不是人的表哥，先把人女孩肚子搞大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他跟女孩求婚的戒指好像还是我之前分手后退还给他的那枚。但是女孩不只有爸爸，上面还有2个哥哥，还个个都比我爸脾气更暴。周旭这次不仅又挨了顿打，还在逃跑时撞到栏杆，碰伤了下半身。节目组委婉透露，他从今往后应该都不能人道了。我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啧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活该下半辈子当太监。路过的爸爸幸灾乐祸。客厅另一头，妈妈喊我们过去吃饭。最后看了眼病床上面如死灰的周旭，我意兴阑珊关了电视，转身走向餐厅。不过这件事也不算没有一点好处，最起码经此一遭后，爸妈没再像之前那样催命似的催我结婚了。妈妈还非常后怕地表示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以后再不会干涉我了。这应该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因祸得福了吧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接亲时，我被小舅子堵在门外，临时要加30万彩礼，这婚还能结吗？我和苏小雅是大学认识的，追了3年，她才同意跟我在一起。双方订婚时更是给了30万彩礼。大婚那天，接亲车队刚到他家就被拦住了，小舅子死活不让进门，还歇斯底里地对我吼：“陆可攀，今天想接走我姐，还要再加30万的彩礼，这婚还能结吗？”大学那会，他的长相虽然不是校花级别，但放在整个学院也是数1数2的。而大学时期的我，除了学习成绩尚可，并没有太多亮眼的地方。第1次见面，我就对小雅一见钟情，这一追就是3年时间。3年来，我用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近乎舔狗的姿态，一步一步得到她的芳心。终于，在今年年初，小雅答应了我的求婚。小雅虽然气质不俗，但家境绝对称不上优良。她年少时父母便意外去世，只能靠亲戚的接济长大。小雅有个弟弟，名叫苏晨光，不久前才大学毕业，2人相依为命，从小一块长大。苏小雅非常疼她的弟弟，我为了追求小雅，自然爱屋及乌，给了苏晨光不知多少好处。每逢节日，他都会收到我的小心意。到了他的生日，我更是会送他一份不错的礼物。平时苏晨光没生活费的时候，我也都是慷慨解囊，绝对称得上中国好姐夫。但是
这小子对我从来没有应有的尊敬，也许是因为觉得我长相普通，配不上他姐吧。除了要钱的时候，他每次见到我，甚至舍不得喊一声姐夫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从小雅那得知，苏晨光竟然几次把自己的男性朋友介绍给他，拿了我的好处，竟然还帮别人挖我墙角。一来二去，我对他的厌恶与日俱增。要不是看在小雅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揍他丫的了。另外，也许是年幼丧亲的缘故，小雅对待苏晨光，除了有身为姐姐的关怀，还有一些母爱的成分。她对苏晨光简直可以用溺爱来形容。小雅觉得她弟弟的幸福非常重要，甚至她比自己的幸福还要重要。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想着未来姐弟俩分别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情况就会改变，我还是忍了。没想到接亲这关都过不去，苏晨光蛮不讲理，寸步不让。我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往上涌，甚至出现了恍惚的感觉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说道：“先让我上楼，我和小雅谈一谈，否则我现在转身就走。”陆可攀，你什么意思？苏晨光一听这话，马上就要发飙，但也许是突然看到我脸上的认真的表情，他收住了。行，可以让你上去和我姐聊一聊，但是我把话摆在这了，今天没有30万，你别想把我姐接走。说完，苏晨光侧过身，并示意堵门的人让出了一条道。我1秒钟都不想多看他，立刻上楼。苏晨光紧跟在我身后。进门时，房间里除了小雅，还有她的闺蜜孟雨欣。见我出现，小雅并没有表现出开心，反倒有点惊讶。反倒是孟雨欣友善地和我打了个招呼，但我现在没有心情，拉着小雅就走进她的闺房。小雅，今天你弟闹的是哪出啊？我抓着她的手腕问道。你抓疼我了。小雅挣脱我的手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若是在平时，我肯定就道歉了，但现在我只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问了半天，小雅终于肯说实话了。原来这30万是他弟弟苏晨光要的。简单来说，苏晨光想追孟雨欣，但对方自始至终都没理过他。苏晨光不知道哪里得来的消息，说追求孟雨欣的人都开着豪车，所以他也要买一辆豪车。现在还缺30万才能凑齐首付，苏晨光就找小雅要。苏小雅一脸无奈地说道：“晨光认定孟雨欣是他这一辈子的女神，还说如果娶不到她就不活了。我虽然想帮他，但是根本拿不出钱。然后他就提出找你再拿30万彩礼的主意。”我一脸懵逼地听着这一切。所以你就答应了？苏小雅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我被气笑了，看了一眼屋外的苏晨光和孟雨欣，说道：“就你弟这德行，就算我真的多给30万彩礼，他也追不到孟雨欣啊。雨欣是你的闺蜜，你应该很了解她吧？以她的性格，是不可能看上晨光的。我也这么劝过晨光了，但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不过我是这么想的，就算孟雨欣不喜欢晨光，我弟迟早也是要结婚的。男人要结婚，怎么能没有一辆车？我想在结婚前帮他把东西添置好，这样才能安安心心地嫁到你家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我实在不忍心他将来娶不到老婆。你等等，我头有点晕，让我理一理。我目瞪口呆，缓了缓神后才继续说道：“你是说你弟弟需要30万元买豪车去追孟雨欣，所以你现在要我再加30万的彩礼，否则今天就不结婚？可攀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你就当帮我吧。我就一个弟弟，我不能不帮他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
真的想娶我？说到最后，小雅已经不敢看我的眼睛了。废话什么呢？今天想娶我姐，必须拿30万过来，别再磨蹭了，耽误了婚礼时间，我看你全家脸都会丢光。这时候，苏晨光冲了进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我双拳紧握，恨不得往他脸上狠狠打一拳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用平静的语气对苏小雅说：“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我今天不给这30万，你就不和我结婚？”苏小雅依旧一语不发，既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你并不是真的爱我，你的心里只有你弟。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句，这应该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对小雅发火。不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3年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？陆可攀，难道你忘了当初那么多人追我，我却只选择了你一个？苏小雅神情激动地说道。听到楼上的吵闹声，苏小雅的亲戚们急吼吼地跑进来，陪我接亲的伴郎见势不妙，怕我一个人在里面吃亏，也立马冲了进来。胖子焦急地问：“陆哥，怎么回事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不知从何说起。陆可攀，我话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今天要想娶我姐，就赶紧去凑30万来，要不然我姐绝对不会和你举行婚礼的。你们全家就等着丢人现眼吧。苏晨光以为我是在犹豫，继续催促道。全场沉默，在场的人一个个地盯着我，等着我做出选择。现在我内心是一阵翻江倒海，我眼光直直地看向苏小雅，她眼神躲闪，不敢和我对视。我心里了然，苏小雅是完全站在苏晨光一边的，她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也不考虑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凑到30万。即使今天我再给他30万，帮他弟弟买车，那结婚以后呢？以苏晨光的性格，以后肯定少不了伸手向我要钱，把我当成他们家的提款机，他们家就是填不满的一个无底洞啊！这一刻，我对苏小雅彻底失望了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说出这句话后，我如释重负。可攀，你说什么？苏小雅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地对我说道：“我说不结婚了，我要退婚。”我再次确认地说道：“我知道30万不是一笔小钱，你一时拿不出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商量，我也会帮忙的。”苏小雅退了一步，劝说道：“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，你们一家人做得太绝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道。苏晨光跳了出来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慌了。如果今天真的取消婚礼，那之前他家收的30万彩礼就要退给我，他肯定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。陆可攀，今天你要是敢悔婚，之前给的30万彩礼是不会退给你的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钱就算赔偿我姐的精神损失费。苏晨光这时恶狠狠地对我说道。看到小舅子的丑陋嘴脸，我气急反笑，想吞掉30万彩礼，那是我父母多年来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，你们别做梦了，想不退还彩礼，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！我不再退让，直接警告道。说罢，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房间一刻了，转头便要离开。苏家的亲戚们看到我要离开，立马张开双手拦在面前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能走！”陆可攀，苏小雅猛地哭喊一声，声音无比凄惨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心里有点不忍，可是今天她的所作所为却让我心灰意冷，失望透顶。现在一切已经结束了，再也无法回头了。我毫不犹豫地对4个伴郎：“帮我拦住他们！”哥们几个立马上前挡住他们，护送我安全离开。下楼后，我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在路边蹲了下来，从兜里拿出了烟。因为小雅不喜欢烟味，
我已经很久没有抽过烟了，今天带在身上也是为了应付客人的。颤抖着把烟点燃，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抬头看向苏小雅的房间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和小雅的感情，那事件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过了一会，我看到1楼的大门打开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，不是苏小雅，而是她的闺蜜孟雨欣。孟雨欣看到了路边的我，径直朝我这里走了过来。我将烟头熄灭，站起身来问道：“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一团糟。小雅的亲戚和伴郎团吵了半天，刚刚才平息下来。孟雨欣回答道：“我叹了口气，冷静下来后，我也多少觉得自己刚刚有些冲动了。如果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，也许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，但现在一切都难以挽回了。你不用太自责，虽然我是小雅的闺蜜，但我也觉得她们姐弟刚才的做法太过分了。”孟雨欣安慰道：“她是今天的伴娘，同时也是苏晨光的暗恋对象，自然对姐弟俩都有一定的了解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这个时候谁对谁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孟雨欣将额前的一撮头发捋到耳后，问道：“不知道，可能换个环境生活吧。爱情，可能我不配。”我心累道：“其实你很优秀，肯定有人喜欢的。”孟雨欣立刻反驳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全心全意追了3年的女人，为了给自己弟弟买车，宁愿不和我结婚。哪个优秀的人会落到这种境地？孟雨欣见我神情低落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忽然说道：“真的，比如我就很喜欢你。”空气瞬间凝结，我抬起头，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其实我认识孟雨欣的时间比苏小雅认识她还要早，而且认识的方式很狗血。那还是大2的时候，期末考结束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室友胖子、眼镜、键盘侠4个人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迪厅蹦迪。那是我第一次去这种娱乐场所，为的只是发泄前段时间备考的压抑。迪厅里灯光闪烁，音乐震耳欲聋，他们3个人都冲进了舞池。我无法适应这样的氛围，只是在台上观望。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疯狂扭动身体的，不管会跳的不会跳的，每个人都非常投入，简直群魔乱舞。其中几个外表猥琐的青年男子围住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，一边夸张地扭动身体，一边往小姑娘身上蹭。声音太吵，但我还是从女生的表情看出来，她很不情愿，并试图想从他们中间挤出来。许是他们做了过分的举动，小姑娘惊慌失措，惊声尖叫起来：“滚开，别碰我！我不认识你们。”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在某些时刻经常迸发出超长的正义感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，把男人和小姑娘隔开。“小子，别多管闲事，哪里凉快哪待去，不然老子跟你不客气。”要说当时不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相反，我当时已经紧张得说不出话了，但我的脸上没有露怯，一直和男人对视着。对方见警告无果，也没废话，直接就动手了。先是几拳打到我脸上，然后又抄起凳子砸到我头上。虽然没下死手，但我额头一下子就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血流到嘴巴里，让我清醒了过来，开始反击。我本能的挥拳，却没打到对方。这时候胖子他们终于发现这边的情况，立马冲了过来，双方一阵混战。没过多久，迪厅老板带着几个保安过来了，关了音乐，大吼一声：“通通给我住手，否则我报警了！”双方都停手了，毕竟大家都不想闹到派出所去。
光头男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，胖子几个围了上来，看到我满脸是血，一时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反倒是刚才一直躲在旁边的小姑娘立马冲过来，扶住我的手臂，冲他们几个喊：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送他去医院啊！”对，马上送医院。其实我受的只是皮外伤，去医院后简单包扎了一下就没事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小姑娘一直对我谢个不停，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。互相自我介绍后，才知道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。她就是孟雨欣。那次英雄救美之后，我和她的接触日渐多了起来。孟雨欣经常会找各种借口来约我一起出去玩，比如几次三番地要我陪她去唱歌，或者去看电影，或者去看演唱会。傻子都知道她喜欢我，但是我每次都婉言拒绝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了苏小雅。虽然我还没有和苏小雅在一起，但我在心里面已经认定了苏小雅就是我唯一喜欢的女生，因此只能辜负孟雨欣了。于是我找了个机会，对孟雨欣认真地解释了缘由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和她有过任何单独的接触了。这些事情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。孟雨欣对我的感情应该早就放弃了。后来她和小雅成了闺蜜，每次见面我也只是把她当作苏小雅的闺蜜来对待，仅此而已。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绝对的距离。她在这种情况下说喜欢我，我不由一愣。短时间内我不会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。对不起，我再次表示了歉意。没事，我就开个玩笑。孟雨欣捂嘴笑了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说起来，当时你是怎么和苏小雅认识的？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，现在终于有机会问了。当时你拒绝我，我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，知道你爱的是别人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所以我也就死心了。从那以后再也不去找你了。为了走出来，我开始结识新的朋友，认识苏小雅是个意外。我在一个选修课上和她刚好是同桌，但我不知道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。孟雨欣悠悠地对我说，小雅和我很投缘，一来二去就成了闺蜜。她和我说了很多你们恋爱的事情。刚开始我也很伤心，哭了好几天，慢慢的自己就想通了，你爱的是他，不是我，可能我和你真的有缘无分。后来也就死心了，只要你和小雅能幸福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孟雨欣虽然语气很平淡，但我听得出她是有些失落的。我仍然记得，追到小雅后的第一天，孟雨欣突然出现在我的家中，而且她见到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小雅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呀？”是的。孟雨欣装作不认识我。苏小雅简单的介绍了我后，她也做了自我介绍：“你好，我是孟雨欣，我和小雅是闺蜜，你以后一定要对小雅好，不然我可不饶你。”可能她是为了我们好，刻意装作不认识吧。和她告别后，接亲队伍灰溜溜的回来了，脸色都不好看。家里人给我挤着笑招呼前来吃酒的亲戚。晚上，苏小雅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短信、微信也没有停过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还是想和我结婚，彩礼的事情可以日后再说。她还发了很多小作文，里面不乏这3年来我们相爱的点点滴滴。看着这些内容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时不知该不该回复。1天后的下午，我独自一人在家中，再次接到了苏小雅的电话，再给她一次解释的机会吧。我心中暗叹，但我自己也清楚，这何尝不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呢？但陆可攀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
刚一接通，话筒传来的巨大声浪让我耳朵疼。我还没回话，苏小雅又继续说道：“你真是可以啊，陆可攀，前脚刚悔婚，后脚就在楼下和别人卿卿我我。”我一听就怒了：“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要不是不喜欢被污蔑，我已经把电话挂断了。鬼话？你不会以为在路边和孟雨欣聊得火热，没有人看到吧？我大姑说她亲眼看见你和一个女人聊了半天。”苏小雅带着哭腔控诉道：“我只是在了解上面的情况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的。”我无可奈何地回答道：“没什么事，我挂了。”等等！苏小雅大喊一声：“你根本就是做贼心虚！如果只是昨天那点事，我自然不会怀疑你。但是今天孟雨欣来找我，说了很多向着你的话，而且还想帮你讨回彩礼，还说你们两个没有一腿。”苏小雅情绪激动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神经病！我根本懒得和他做任何解释。你们姐弟在接亲当天加价，被拒绝退婚，难道不该退彩礼吗？孟雨欣帮我说句公道话，就是和我有一腿了，简直是无理取闹。陆可攀，你给我听着，这彩礼是你欠我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们就是想拿着这笔钱，然后生活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”说罢，苏小雅便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，现在我们算是彻底撕破脸，丝毫没有往日的恩情可言了。不过，我对苏小雅突然爆炸有些疑惑。昨天和孟雨欣聊完后，我就没再联系过她，为什么她今天会去帮我讨回彩礼呢？想了半天，我还是没有头绪，干脆拨通了孟雨欣的电话，想要问个究竟。这是说来话长，我现在也很头痛，要不出来说吧？孟雨欣提议道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在一家咖啡厅碰面。孟雨欣一身简单的白 T 加牛仔裤的打扮，素颜朝天，甚至有些憔悴，显然上午过得并不舒坦。我昨晚回去想了很久，听小雅说，苏晨光是为了追求我，才产生了在接亲当天要求加彩礼的想法。本来你就要拥有幸福的婚姻了，却因为我的缘故落到如此境地。我说着，孟雨欣的眼眶已经有些红了。和你没关系，苏晨光那小子之前就是这副德性，动不动就找他姐拿钱。我开口道。孟雨欣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家里也不容易，为了这次婚礼花了不少钱，之前那30万的彩礼更是你爸妈一辈子的积蓄。我早上去找小雅，就是想问问看，能不能双方坐到一起，心平气和地聊一聊怎么解决问题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小雅一口咬定我是你派去的说客，还说我和你有一腿。”说到最后，孟雨欣已经抽噎了起来，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。我想要出言安慰，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能递给她一张餐巾纸。我被她说急了，不想再多待一刻，干脆直接问她能不能把你的彩礼钱还给你。然后她就像疯了一样，要动手打人。孟雨欣擦着眼泪，一脸后怕地讲述着上午发生的情况。我听完后大概是了解了，说到底，苏小雅最无法接受的还是这30万彩礼需要退回。这笔钱现在还有多少在她手上，都是个未知数。毕竟以苏晨光大手大脚的习惯，能忍到现在不动那笔钱才奇怪了。这件事你已经尽力了，谢谢你。我诚挚地感谢道。一会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别再掺和这事了。虽然孟雨欣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到我什么，但人家非亲非故，上门挨了顿骂，还差点被揍，已经很够意思了。孟雨欣摇了摇头，你知道我的心意，我就是想帮你，我还会努力的，这钱我一定帮你要回来。
说罢，他起身便走，根本不给我劝阻的机会。他帮我要，怎么要？这天之后，我多次和苏小雅一家取得联系，想谈一谈彩礼的事情，但他们完全拒绝沟通。只要我一提到彩礼，苏小雅便会立刻挂断电话。我曾想过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，但律师给我的建议是，这种事尽量和解。而且现在是女方愿嫁，是我单方面想要退婚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最后法院判定对方退还彩礼，可能也要打很长时间的官司。到最后，这30万彩礼可能有不少会拿不回来，这让我非常无语。为了能减少损失，我决定从长计议。几天后，我突然收到了孟雨欣的短信，她表示在不懈的努力后，她已经和苏小雅重归于好，获取了对方的信任，让我等她的好消息。我对此并不惊讶，苏小雅和孟雨欣本来就是好闺蜜，之前会吵架是误会了孟雨欣和我有关系，但除了接亲那2天说过话，我和孟雨欣是清清白白的，这不难证明。现在我疑惑的是，孟雨欣会如何帮我？又过了半个月，我依旧无计可施，依旧联系律师，准备走法律程序了。就算最后只能拿回一半，也无所谓了，有总比没有好。但就在立案的前一天，我接到了苏小雅的电话，这可是新鲜事。要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她取得联系过了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苏小雅在电话里竟然主动提起了彩礼的事情，而且表示要将30万全数归还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我真的有那么一刹那觉得自己在做梦，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，疼痛感让我知道这不是梦。苏小雅良心发现了，我心中疑惑，问其缘由，苏小雅闭口不答，只是让我保证彩礼退还后不能再和任何人提之前的事情。次日，我和她相约银行，时隔大半个月，我再一次见到了苏小雅，但这次见面只是为了办理大额汇款手续。她化了妆，容光焕发，一点没有失落或遗憾的神情。见面后便急匆匆地往银行柜台走去。很快，手续办好了，苏小雅这才开口：陆可攀，那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。这笔钱是我和我弟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才凑足的，算是对你的补偿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瓜葛了。如果有人向你问起我，请你不要多说。他神色平静，表达顺畅，显然来之前已经把这段话练习了多遍。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对他的感情在接亲那天便破灭了。现在苏小雅已经还钱，那我也自然不会做任何纠缠。对于他的补偿论，我也懒得争辩。好，我没有多说，转身离开。3年的感情在这一刻彻底结束。晚上，我接到了孟雨欣的电话，再次约在咖啡厅见面。可攀，你拿回了彩礼钱了，对吗？一见面，孟雨欣就着急地问道，言语中藏不住的欣喜。是因为你的原因吗？我忍不住猜测道。孟雨欣摇了摇头，我还没想到办法，不过我知道她改变主意的原因。小雅最近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，是个富二代，叫什么？韦明志。韦明志好像急着结婚，但他家风比较严，对于媳妇的要求比较高。小雅应该是为了能清清白白的和韦明志结婚，才着急和你撇清关系的。孟雨欣解释道。我恍然大悟，但心中也生出一丝怅然。苏小雅还钱的原因，竟然是为了让新欢接受她。你不知道，他们最近为了借钱有多努力。你的那30万彩礼，苏晨光老早就用得差不多了。他们姐弟俩四处借钱，把亲戚、同事、以前的同学
都问了个遍，好不容易才凑齐的。孟雨欣补充道。我叹了口气，罢了，反正我早已对苏小雅死心，她未来如何，已经和我没有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我调整了一下心情，微笑着对孟雨欣说道。虽然她说苏小雅还钱和她没有关系，但她在这件事里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，最难消受美人恩。我现在算是欠了孟雨欣一个很大的人情。现在你已经不爱苏小雅了，对吧？孟雨欣话锋一转，突然问道。我没有犹豫，点了点头。太好了。孟雨欣展颜一笑。也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开始重新正视孟雨欣。大概过了1年，我又开始为了婚礼忙上忙下，只不过这一次我的新娘是孟雨欣。是的，她还是得手了。这1年来，不管我怎么拒绝，孟雨欣都不曾放弃。她就像是一颗小太阳，终于将我心中的冰雪融化。现在，我终于彻底走出了上一段婚姻带来的阴影，重新开始渴望幸福。一天晚上，孟雨欣突然问我，出场顺序重要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月亮太高傲了，好像注意不到旁边对他眨眼的星星。这句话我最熟悉不过了，是我对苏小雅告白时说过的话。通俗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你。这是孟雨欣第3次对我表白，而这一次我同意了。很快，我和孟雨欣完婚。婚礼当天，我看着喜庆的装饰，心中不免想到了自己的第1段婚姻，想到了苏小雅那次接亲的事情后，我扪心自问过，苏小雅是否爱过我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爱的程度肯定远不及她对自己的家人。说到底，在苏小雅眼中，我始终是个外人，苏晨光才是她的家人。那我又何苦坚持维系这种畸形的恋爱呢？至少现在我的妻子是100%爱我的。婚后，我们新房装修，我和孟雨欣约好一起去她原先住的地方，把东西搬过去。但雨欣临时有事，最后只能拜托我全权负责。这种小事，我随口便答应了。在收拾行李的过程中，一个老式手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从型号来看，应该有不少年份了，打不开，为啥没扔？应该是电路接触不良，稍微修一下就能重新开机了。我研究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一直以来，我都是勤俭持家的类型。这手机虽然没有多少价值，但可以作为备用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便将它收了起来。雨欣的东西并不多，我很快便全部收拾好，并搬到了我们的新房。不过，回到家后的我却是把手机一事给忘记了。第2天，我来到公司，把工作都做完后，我忽然想起了那部手机，闲来无事，我干脆把它给修好了。过程比我想象中困难不少，这手机坏得挺彻底，一般维修人员肯定修不好，也就我这种机械发烧友有耐心，一点点地把电路修复。修好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按下了开机键。不曾想，开机后的一瞬间，我就被吓到了。手机的背景图竟然是当年我发在朋友圈的一张和苏小雅的合照，但是苏小雅的部分被P了一个大大的红叉，画风十分惊悚，带着满脸的问号。我尝试解开锁屏，我先试了孟雨欣的生日，失败，又试了一些其他可能的号码，全都失败。眼见马上就要锁机，我试着把自己的生日输入进去，成功解锁。但此时我非但没有喜悦，反倒有一些不好的预感。这手机是孟雨欣以前用的，使用我的生日作为锁屏密码，不就代表着他对我从来不曾死心过？这和他去年和我说的不太一样啊！忍不住好奇心，我点开了各个但无一例外
都是空空如也。但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翻着翻着，发现了苏晨光发给雨欣的短信，时间是在1年半之前，也就是我还在和苏小雨谈婚论嫁的时候。我按你说的做了，果然让我姐夫掏钱了。雨欣，你太厉害了！短短一句话，却让我触目惊心。我点进去查看两人的聊天记录，很大一部分的内容竟然是雨欣在教苏晨光如何找苏小雅要钱，确切地说，是通过苏小雅找我要钱。而苏晨光对此的态度是从抗拒到接受，尝到甜头后变成了疯狂。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握着鼠标的手都微微颤抖了起来。终于，一条信息让我彻底崩溃。苏晨光，我和你实话实说吧，我对配偶的最低要求是有一辆不错的车。如果你1个月内不能达到这个要求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这是孟雨欣发给苏晨光的最后2句话，而发送信息的时间就是我原本和苏小雅结婚的那个月。也就是说，苏晨光是在他的压力下和苏小雅说了家彩礼的事，这一切竟然是真的。另外，在通讯录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——韦明志。瞬间，我的后背已经全是冷汗，大脑也是接近宕机的状态。正巧此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。可潘，我来给你送午餐了。听到孟雨欣的声音，我瞬间脊背发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